上面都有，对对对。看它这里的水泥也是从法国那边进口过来。记忆教堂，为什么？你们看顶上那里有一只公鸡。 今天我们要搭着星宇航空前往这疫情过后最红的一个旅游国家、旅游地点，它就是越南的中部，叫中越。而现在它的火红程度呢，是在台湾的各家航空公司几乎都有开航班飞到中越这个地方来。 我们也搭乘了疫情过后最火红的星宇航空。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中越，中越的顺化。来到中越的顺化，霎时间摩托车到处骑，有一点点像我们台湾的街景，但是认真一看，看看它的文字，看看他们的有一些建筑。 你就会发现，这里好像不是台湾，这里是哪里？这里是越南的中部，而顺化更是不得了的。顺化拥有越南全部的历史发展源地，就来自这个地方。来到了启定皇陵，这个类似明清时代的皇陵呢，它是阮朝末代皇帝保大帝的父亲在法国殖民的时候，而他跟着清朝末代皇帝很像，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啊。启定皇帝皇陵。 它建在1920年，在1931年完成，算是很后面的一座宫殿建筑。启定皇只有在位9年，哇塞，非常非常的短，对吧？9年能做什么事啊？其实什么事都做不到。但是很特别的是，他虽然在位9年，却把这个地方弄得非常的漂亮啊。 有如博物馆建筑物，非常的精雕细琢。那在1926年，启定皇他去世的时候呢，连皇陵都还没有建造完成呢。以前的人是这样子哈，你如果要当皇帝，那你出生的时候就注定了含着金汤匙啊，你就是老天注定了你要当皇帝的。 那在他还没有走之前呢，他就开始要修建自己将来的坟墓啊，甚至有可能呢，自己盖的皇陵不是坟墓啊，自己要住的地方，有时候还没盖好，人就走了。以前的医疗不发达嘛，所以呢，皇陵尚未建造完成，他的儿子啊，保大帝继续修陵了。启定皇帝只当了9年的傀儡皇帝，皇陵修建却耗费了11年。 它这里的水泥也是从法国那边进口过来。对，九龙果园这一站的话呢，就是由我们这边的一位艺人，特别有名的一位艺人，他自己画的。那么的话，当然也因为跟着中国历史渊源的缘故，所以你可以在中越看到很多它的历史文物、建筑、文化，全部都是留下的中华文化。 包括里面的建筑，其实有时候不说，你会以为来到满清时候的皇陵在中国嘛。那启定皇陵呢，就在周珠山的山丘上啊，建筑风格呢融合了中国，但是呢，我不是说吗？它有法国的殖民特色吗？所以它在这里面呢带有一点法国的特色，跟其他的顺化皇陵有着不同的风格。这个皇陵目前是唯一保存完整的历史古迹，也是。 当时啊，启定
皇上啊，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盖完这一座皇陵之后，他可以对现在的越南政府贡献那么大。因为我们现在就来这边参观啊，虽然不大，但是你注意看它里面的雕塑啦、建筑啦等等，全部都非常的精雕细琢。我个人其实说实话，我很喜欢这样子的艺术啊，不管是从它的画作也好，或者是从它建筑物的这一种细节也好，其实都可以看得到以前的人他们的艺术文化。你像现在电脑很发达， AI 很发达，很多很先进啊，所以有时候甚至我们头脑不用想，你一套进去电脑，它就帮你作业完毕了。但是以前的人真的在这一点呢很厉害啊，他们没有那么先进的设备，所以他们能够做出来的呢，都是呢穷尽一生、耗尽一生的时光来去把它打造出来。那看完了启定皇陵呢，来到中越顺化还有一个大内阮氏皇城，这个也被誉为是越南的紫禁城。这个地方也是你来到中越顺化要看它的历史，要看越南的历史，要来中越。还有呢是会住京城这里，但是住的人以前大部分都是当官的官员。午门，中越午门。新城就有人住，有文武百官，家庭都可以住的。但是在这里面呢，是皇城，皇城就有皇帝，那就在正门那里走进去。右手边、左手边是文武百官走的啊。然后呢，国生就是祭祀国旗的。顺化皇朝，它又称为大内皇室啊。顺化是越南最后王朝阮氏王朝的首都。你看看它这个阮氏王朝啊，留下有多少的子孙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越南人他有中文名字，而且他的姓氏就是阮，这个都是文化历史啊。从食物、从建筑、从人的血统、从他的名字，其实都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啊。它的震撼，但是呢，它被列为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来自于它的历史、它的典故啊。占地8平方公里的顺化皇城，听起来不算大，对吧？但是它是顺化最后一个皇帝遗迹，而且呢，它的上演是阮氏王朝的风华绝代，它也留下了中国文化小故宫，所以很多人又说它有抹不去的中国印记啊。说起来，我们就必须要聊到了中国文化跟越南的千丝万缕之间，它的恩怨情仇。越南各地的名胜古迹啊，在上面都有，对。
曾是越南阮朝的神圣首都顺化，在1802年的时候，阮氏族他建立了阮朝。那当时因为中国清朝的衰退，还有遇到了这个法国殖民政权的崛起啊，当时很多欧洲、西班牙、葡萄牙等等呢，从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呢，大举的入侵到亚洲来啊。那当然，越南就在这一块大航海时代的时候呢，法国就来这边殖民过。那一直到了1945年呢，最后一位皇帝保大帝向胡志明领导的越盟，也就是越南独立同盟会妥协退位，所以阮朝被称为正式成为越南历史上的最后的朝代。那北京的紫禁城大名鼎鼎呢，很多人说在越南也有一个小紫禁城。顺化皇城就位处在湘江河畔，那它是目前越南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很特别哈。因为当你进来到这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得到它所有的一切几乎呢全部都是用繁体字，到处都是中国的元素啊。为什么？因为顺化皇城当时的皇帝崇尚儒学，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清华人士啊。他在位的时候广推汉字，要求当时念书的人要熟读四书五经，一心想要建立起当时大清那样的繁盛帝国。他在位的时候呢，不仅儿女们呢多达130多人啊，还将这个越南的阮朝带入了盛世啊。这些设计还有包括他的帝王陵墓，完全都是跟中国完全几乎是一样的啊。走在这一些地方啊，你会感慨啊越南皇帝们的田园之心啊。然后呢，你也会呢发现到当时越南跟中国之间的这种交流有多么密切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的中国强，所以这些皇帝们呢，无不想要把自己打造成跟他一样的盛世帝国。五行山最大的特色就是有5座石灰岩山脉，分别象征的五行是哪5行？金木水火土啊。那每一座呢都有它的寺庙，也有它的山洞啊。所以你看，连自然风景啊都可以看得到什么中越文化，就是中国跟越南的文化。所以我前面才说到越南跟中国的关系千丝万缕啊，相对之下一战一和啊。而且呢，留意一下，注意看看现在他们已经不太用汉字了啊。亚洲很多的地方，从中国的唐朝开始啊，唐宋元明清嘛，一路下来都影响着亚洲很多的国家。那这些国家呢，几乎可以说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啊，因为当时的中国地大，势力也强啊。然后呢，现在我们也看得到越来越多的越南女性嫁到世界各国去所以呢，你对这个越南美妙又富有历史深度的国家，你了解多少？是了解到的是附近家有越南女生来到这边开的餐厅呢，还是真正当地越南的历史文化？当我们去世界各国玩的时候，要了解的其实有时候就是越南的文化嘛。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中越的顺化的五行山。讲起了越南，越南的国土呢是很狭长型的，呈现了这个 S 型啊。如果大家看地图，应该就可以知道，它有非常有名的湄公河啊。然后呢，中越地区顺化跟岘港一带呢特别狭窄，但是呢，你知道吗？这里却也是越南的历史文化。越南这个地方高温多雨的热带季风气候，只有北越
它的气候比较凉爽，中越也可以，你到了南越的时候，真的就比较热了。所以越南常常在很多旅客的心目当中它是避寒胜地啊，来这边比较温暖嘛。那我们可以了解到，越南本身现在的经济是出产的橡胶、水产、石油、木材。那这几年来，它经济发展非常的快速而且著名的惠安沉香就是中越所出产的。在文化上面，越南的北部中部跟中国很靠近历史上早期几乎都是被中国统治所以你才可以看得到为什么越南拥有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唐朝的末期之后其实越南就慢慢逐渐的独立起来，就变成他没让他统治但是他是他的藩属国那因此呢，越南的北部还有它的中部的古迹跟庙宇常常都可以看得到繁体字、中文匾额，还有对联。那就连越南语的发音有很多的发音在中越，它跟广东话有很多的相似，都是因为历史的因素。所以广东省的简称叫做粤，和越南的粤发音都是很像，这些都是越南跟中国文化相通的名证所以有时候你翻开它的历史，你就可以发现，还有包含了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五行山，你看从它的名字，从它山洞里面的宗教特色都是那你要讲到穿着呢，越南女性的传统服饰是什么？其实是旗袍也跟中国的旗袍非常的相似但是特别是它比较辣。为什么它比较辣呢？开叉开的比较高那整体看起来呢比较活泼一点所以这差别在这边，因为越南的旗袍颜色比较鲜艳一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越南的北部跟中部尤其是中部几乎都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那越南的南部呢就比较少，反而越南的南部受到哪一个国家影响最深，你知道吗？印度。这也就是你到越南玩的时候，如果你一路从北、中、南玩下来，你就会发现，哇塞，越南的文化怎么这么多，这么多元化？所以旅游一个国家，你有时候可以很细看它的小细节，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差异文化。像你进来到五行山的山洞里面看，你就可以看得到越南融合了儒家、佛教、道教、基督、伊斯兰的特有宗教，还有高台教，都融合在这个国家里面。而且呢，常常在很多的古迹跟历史可以看得到释迦牟尼、李白，看得到耶稣、姜子牙、老子、孔子、观世音、关公等。越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虽然至今它仍然是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但越南却有全民直选出来的国会要搭竹筒船哦 ，Hello， 要去搭竹筒船哦。不会的，不会的。这台啊。OK。可以的啊。我们拍摄过非常多越南的影片，不管从北越、中越、南越都好，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细心看因为每一次主角不同，气候不同，景色不同，还有每一次我所讲的内容也有不同。总希望在每一次的节目当中都能够带来更多的资讯给所有的朋友们。那历史有时候很沉重所以近年来中越它其实历史文化是最强的，但是呢，近年来中越最大的特色不是几乎都被这个竹筒船全部
都给笼罩了，大家都没来胜啊，因为实在是太好玩了，很热闹哦。它不是说那种豪华级的，但是它所带来的那种氛围啊，就很快乐，很好玩，很热闹哦。所以不管是你几岁哈，来到这里，你想想看啊，做的这个碗啊，其实它是竹筒船做的哦，第二者呀啊，在这上面啊摇啊摇，滑啊滑，就在这一种树林当中，然后穿梭着。最大的重点是呢，他们还会来个即兴唱歌表演啊，然后呢，在船上啊，在河上啊，做很多很趣味的活动。无论如何，你要怎么称呼它都没有关系，碗公船啊、竹筒船啊都可以啊，也叫筒船都可以啊。这就是越南中越这里的地方特色啊。他们当地渔民啊，原本用来俩金嘛，抓螃蟹啊，然后慢慢衍生出观光船啊，在河上啊，刚开始他做不会给你那么刺激啊，慢慢晃着晃着，时间一到，吼吼，起笑啊，吼 ，crazy 啊。有人很厉害啊，他们也得练这一些中文歌，三不五时呢还来一下台语歌，生态游风火轮、撒网捕鱼、钓虾啊、钓鱼啦钓得到钓不到不管它啊。其实你想想看啊，怎么钓啊？这么多船在那边游啊，它晃成这样啊，鱼都跑光了。重点是体验啊，重点不是一定要让你钓到啊。你看很多的生态环境都在这个地方啊进行着啊。过程是最重要的啦，有没有钓到没差反正有没有钓到，等一下都有午饭吃啊。都有着肉了啦，你看中午全部的所有人都会钓龙虾，一个人2只饱了。这可以吃吗？有毒吗？可以啊，可以吃的。中午加菜了。啊，要煮8个。中午加菜了。哎呦，你看看呢，这一个中午要加菜啊，那厨师也不知道怎么料理啊就这么一只啊，那大家呢应该要细细品尝了，才有办法呢感受到辛苦钓到的美味。这一条河呢，是丘棚河，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惠安了。惠安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商业城市啊，待会我们就会介绍到惠安。那惠安的丘棚河呢，也是当时带动它贸易的一条河流啊。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秋盆河上面，其实当时这些竹筒船是当地的居民拿来这边捕鱼啊，捕一捕拿到市场去卖的所以他都用竹子编的而这一条秋盆河呢，是一条发源于辽国跟越南边境地带，横穿越南的河流。是水椰子。水椰子，这个叫做水椰子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椰子是不是不太一样我们想象当中的椰子是高高的挂在树上然后呢把它采下来，里面的水很多但是这里的水椰子就不大一样这水稻旁边种满了水椰子，水椰子的果实有很多瓣，瓣内呢是没有椰子水的只有椰子肉所以当地的人呢拿这种椰子肉来制糖椰糖那所以来到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得到，没想到椰子还长在那么矮的地方而且椰子竟然不是拿来喝的，是拿来制糖的，这个都是要到当地来你才能够感受跟体验得到的吧，对吧？待会我们做完这个竹筒船，就看看呢岸上有没有椰子糖咯。到了这里就来到我们这边的水叶湖。水叶湖这个地方我们叫七股叶湖。以前有美国的那个飞机空炸的时候，我们的军人就躲在这个叶子里面的，游击战过来打他们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算是我们这边的政治遗迹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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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可以。哎呦呀，你看看说刺不刺激这么刺激吓到肚子都饿了。我们现在就来中越，做完竹筒船，其实就可以直接来到这边品尝它当地的农家料理，看多么丰盛的一餐这些不是全部都是自己钓的是没那么厉害当地就会包上一餐然后就来体验看看这里当地的这种特色料理看看水椰子啦看看呢他们当地的海鲜河鲜好不好吃。其实这个中越这个地方真的很厉害你看旅游世界各地很多的游船那每个游船呢，你看看威尼斯水都、贡多拉
有没有？美国尼加拉瀑布啊，然后还有可能去英国的泰晤士河，然后巴黎的塞纳河都很有名啊。你看看人家中越用的一个碗竹筒船这样子也能够把它搞得很有名啊。在当地虽然称不上豪华料理、豪华行程，但是它带来的体验那种感觉会让你难以忘怀，而且会让你有回到18岁的感觉啊。那如果回不到18岁怎么办？那就算了，认啊，忍刀啊，命运就是这样啊。来吧，我们现在沿着这个河，我们可以呢看得到它一路就穿流进来的惠安古城。惠安古城是个非常有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哦。说到惠安古城，除了讲中华文化之外呢，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叫做占婆文化。占婆是越南的一个古王国，在中国的历史上，它叫做灵异国，国势曾经非常的强啊。那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这个位于丘彭河口的狮子之城，就因为地利之便，发展成海上之路的重要港口。我们现在在说的这个地方就是中越的惠安古城。那因为有河道嘛，所以来到这个弯角处，大家就把船停在这边，世界各国的商船就来到这里，来自中国、日本、荷兰、印度等地的商人云集。你知道在以前如果有办法搞贸易啊，那就会为你带来大量的财富，还有异国文化。所以当时世界各国来到惠安从事国际贸易的老外就很多啦。那些老外来到这边呢，他就会把自己的文化带来嘛。然后老外喜欢吃肉，老外喜欢喝咖啡，他就会在自己定居下来的地方呢，搞自己的家乡文化，做生意啊。那慢慢的呢，就会形成他的地方特色。当时最多的就是来自中国，所以中国人来到这边就形成了很大的势力范围。日本人也有，所以来到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到，这里有一个叫做来远桥，桥下的小河为界，一边就是日本人居住的日本区，一边就是华人区。其实日本人当时非常多的人来到惠安这个地方，但是日本后来实施了锁国政策，禁止了出国贸易所以在这边就慢慢的失去了日本人的踪影。倒是当时的华人兴起所以数百年来就变成了很多的华侨来到这边经商、安家落户，然后留下非常多的店铺啦、深宅大院啦、庙宇啦，还有很多的会馆其实讲这些会馆，有时候很多人会说，什么叫做会馆会馆到底是什么？其实讲白的，会馆就有一点像是以前的帮派为什么要有这些帮？因为很多时候你到了国外去的时候，怎么办？孤家寡人一个所以呢，同民族的人他就会开始呢，先到来这边的呢，他就会群聚在一起，慢慢的越来越壮大，到最后他就会吸引很多的外人，还有你自己本国的民族来到这边加入帮会，要壮大，你才有办法在这边生存。惠安古城。
所以前面有提到了，只要你在明清时期，很多的华人呢离开了中国，到了南亚各个地方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有非常多的会馆。这些会馆最主要都是第一代的人来到这边之后呢，安家立业完毕之后，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像商社、像工会，更像帮派集结，让所有同国家同民族的人来到这边之后能够聚集在一起，不受外人的欺负。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顺便再回自己的国家招工啊，不然他这边当地的据点是什么？所以讲白的，有一点像移民公司啊，当时的分点也可以这么说。丘奔河来自于越南的中部山区，向着东流入南海，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也因为这样子流经了惠安古城，所以造就了惠安今天的兴盛。19世纪呢，由于丘彭河它堵塞了，所以惠安的对外贸易功能呢就被中越的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叫做岘港它所取代了，慢慢的就离开了这个历史舞台。它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它留下的是精华的那一部分，所以它就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在1999年就已经是列为非常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繁华落尽，但是很难掩盖昔日的光彩。我记得15、20年前我来这里的时候，其实它还没那么热闹呢。如今这里已经是满满的观光客，虽然有时候会觉得拥挤了一点，但相对之下，这个地方也慢慢的让非常多的人知道了。美溪沙滩，美溪沙滩其实最有名的，我觉得是它的沙子啊，踩在脚上面的感觉呢，非常非常的软。然后呢，它旁边呢是正在经济发展盖起来的高楼大厦，配合上这样子的海滩，就有着夏威夷那种氛围啊，所以它非常受到外国人的欢迎啊。所以他们往往在旅游的时候都会选择比较温暖的地方，选择有阳光的地方，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来到越南，因为越南很温暖。那我们呢？我们就喜欢凉爽的地方，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热，所以中越就有一个非常凉爽的地方叫巴拿山。巴拿山的海拔1480公尺，在中越这个地方气候非常的凉爽，到了夏天也一样不会太热，所以这里在19世纪的时候，法国人在统治殖民这里的时候，就把巴拿山当成他自己的度假胜地，所以你到巴拿山的山上，你就可以感受到上面满满的法国情怀。后来当然越南人也发现了这一点，就在这里打造了缆车、法国村、城堡主题乐园，慢慢的变成了避暑胜地，最后打造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黄金佛手桥。巴拿山的佛手桥，佛手桥。我觉得黄金佛手桥的创意非常的厉害，
在高山上面搞了2只大大的手啊，那这2只手呢，中间又捧着一个桥，桥是涂成金色的，所以它叫做黄金桥。海拔高度超过了1400公尺的空中步道，2018年开始开放，它马上呢就造成了世界的话题。所以现在大家来到中越都要冲上来看一下哦。有没有看到为什么这山上有地窖呢？因为当时法国人上来的时候，上来上面也要喝酒啊，而酒最需要保存的就是在恒温，要凉爽，所以当时的巴拿山就是适合法国人他们把他们最有名的红酒拿上来储存的地方。现在来到了岘港港湾的港湾中心地带，它就突出在越南的东海啊。这一个地方叫做山茶半岛，其实有时候没有讲，你可能会以为是在妈祖，对不对？在马祖啊，看到了观音像啊。我前面有提到了中越带有非常多的儒家思想带来的宗教文化。现在我们看到的山茶半岛之所以有名气，主要是过去曾经是美军基地，南越跟北越的1960年代的越战，这里就作为了停泊军舰军港。当然山茶半岛还有一个著名的叫做灵应寺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非常高的观音像。因为战争结束之后没有什么战争的必要性了，所以山茶半岛就改为叫做宗教寺庙，就可以看得到高雄直达天际的观音菩萨像，而且是东南亚最高的白玉观音像。1、2、3，看我哈，1、2、3。你那个3个眼睛的呢？灵应寺，山茶半岛灵应寺，好棒哦！现在跟着旅游团旅游的特点是有人服务，有人帮你包办一切，而且可以让你从以前的历史看到近代的历史，再看到现在的经济文化。我们就来到了 APEC 园区啊，这个 APEC 园区亚太经合组织第26届的领导人会议就在2017年在岘港举行。凡是举办过 APEC 城市都会有一些代表作，所以岘港是越南的第4大城，却能在2017年主办 APEC 高峰会，代表中越崛起的企图心。摄影机了。啊，还没有。没有几件啊。
顶上那里有一只公鸡，就在上面那里啊，对。那么这个教堂呢，是我们先过来修的，对，因为他们大一点、好一点的，模仿巴黎那边的，但是呢，模仿不到，因为钱不多，所以他们只能这样修的。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个红颜色？其实没有什么讲究。很简单，粉红教堂它是法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历史遗迹。整个中越从越南的发展充满了非常多样化的文化特色在越南，而它的中越在文化上是最精彩的。喜欢越南吗？下次你也可以来中越好好的玩一玩。